许皮带呢都要笑了，原来恒大的2万亿负债呢只是毛毛雨，另外一个规模上越来越大、迅速膨胀的负债呢，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给关注啊。它就是城投的65万亿负债，在以往呢没人会关心这个负债啊，毕竟整个房地产行情非常的好，各个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呢收入非常的高，人们不担心呢城投的债会违约。但现如今来看，随着整个房地产进入一个瓶颈期，人们惊奇的发现，拿地的开发商呢，那是越来越少了。哪怕在一些大的城市、一线城市啊，补拍的时候呢，也只是城投来托底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依然拿地的开发商寥寥无几。在我看来呢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城投会违约啊。最近一件事呢，也是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，就是遵义的城投165亿的负债成功的展期20年。前10年呢只还利息，后10年呢才去还本金啊，而且这个利息呢从8%左右降到了3%到4%，利息也是减少了一半，最起码的前10年是不可能违约了。而且呢这一任也成功的把责任和义务传给了下一任啊，把时间线给拉长，这个负债的规模呢就不是特别的大了。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货币的一个超发啊，每年的 MR 呢依然是以高速的速度在增长，去年呢我国的 MR 增长就是28万亿啊，10年前也就是2013年，我国的 MR 总量是110万亿，到了10年之后呢，增长到266万亿啊。什么是 MR 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体现如今在市场上流通的所有的货币，以及银行储蓄里面所有的货币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些钱全部都是央妈在这个时间段印出来的。MR 越高呢，我们的负债规模相当于是越来越小啊。打个比方，假如说你在银行呢，10年前欠了银行10万块钱，可能你觉得这笔钱真的是太多了。但是10年以后呢，在这个时候你再欠银行10万块钱，你会感觉真的是一点都不多。随着整个时间的推移，伴随着 MR 的高速增长啊，我们的负债呢就会越来越被稀释。现如今的156亿或者是65万亿啊，看起来都是个天文数字，但是再等个10年的时间、20年的一个时间，完全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。就好像10年前，谁能够想到城投呢能够欠65万亿，恒大能够欠2万亿呢？综合来说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哪怕你害怕哪个房地产企业会发生违约、会爆雷，绝对也不要害怕我们的城投呢会违约。那么大家呢对此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